比特币暴跌过后，盘面有哪些该注意的地方呢？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先看日线图表，我们可以发现呢，我们在上方有非常明确的派发箱体。那尤其在我们下坡过后呢，更能确认这个箱体它是派发的属性。不过，如果我们只有把上方的白色箱体视为是派发的过程的话呢，那么我们一定可以找得到与之相对应的累积筹码的过程。那就在下面这个地方如果我们稍微测量一下，可以发现我们这两个地方它就量能还有天数这两个因素来看的话呢，是相当的匹配。我们可以发现量能的话几乎差不多，OK， 那么它就可以得到印证了。所以我们之前呢就有谈到，如果说我们从上方的派发箱体下破的话呢，那么我们的目标价位就可以先看到我们箱体下缘的地方。这个我们在之前的影片当中呢都有谈到。那么我们现在呢，它并没有经历过很大的时间就直接来到这个位置，甚至是一根就来到这个地方。那我们来到这个地方过后，我们该怎么去看盘面呢？其实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我们把上方的这个箱体呢 ，OK， 其实我一直以来我都是这么看的，就是我是把这个箱体呢看成是整个上方的箱体，因为我们要从上方这一整个大的箱体的量能累积呢，它才有机会可以把我们自从15500以来这波上涨的多头走势呢给终结掉。那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其实我们现在呢上方累积的时间量呢已经很多了，不过我们下方的 OK， 它吸收筹码的过程呢，那可以说是更夸张。所以我认为我们上方现在其实还是量还是不够的。如果说我们再多累积一点时间的话，那我们下破才会比较有机会。那我也会认为我们在25000这个地方的支撑呢，目前来看呢是很强劲的，是有力的，是够力的。不过呢，当然也并不是说就可以在25000这个地方做多，而是做空。如果碰到了25000的话呢，它确实会比较不容易下去，或者是说它至少要测试个几次，它才有机会下去。好。那其实我们以目前来看它的反弹的情况还是非常弱的。我们可以从量能就可以知道这个情况那么价格还会回来，我们大概在26100的地方呢。其实最大的原因，我相信是因为周五的时候我们收盘了嘛。如果说我们再往下跌的话，那这个缺口就会补不了了。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指标这个指标也是比较有趣，就是有比较多朋友谈到的这个 Hash Ribbon 的指标，哈希纽带。它是以算力，然后以算力作为数据去判断比特币的未来的行情。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呢，它又闪现了 buy 的信号我们切到周线来看好了，这个 buy 的信号是什么意思呢？它当然是看涨的意思不过你可以发现，它有没有意义呢？如果我们复盘这个指标的话，可以发现它所指示出来的几个位置呢，确实就是我们如果购买现货的话，非常非常好的入场价位。像比如说它上一次指示就是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你可以发现它正是我们这一波上涨的起涨点。那我们现在呢又出现了 buy 买的指示，它是否是有意味着其他的含义呢？你可以看到，像我们在之前其实出现 Hash Ribbon 指标的时候呢，它都是非常好的买入点不过呢，其实这个指标它会很频繁的在熊市的时候出现。像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前面这个地方，它很频繁的出现不过呢，它有引起很大的上涨嘛。确实，如果我们就牛市的时候回来看当时在这个地方，它其实不管价位是多少，不管是5000、6000、7000、8000，它都是非常非常好的现货入场点位。那根据指标呢，也确实如此不过，为什么这个指标 buy 的信号会这么频繁的在熊市的时候闪现呢？其实有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熊市的时候通常是震荡或者是下跌嘛。那这个时候比特币的矿工或者说算力呢，还是在不断的增加。你可以发现，那这个时候只要币价呢有比较小的下跌就会迎来矿工投降。那矿工投降之后修复完，它就会出现 buy 的信号。当然了，还有均线的这个条件那这个我们之后可以专门做一集影片来说明。不过现在呢，它有不有意义？我认为，如果作为长线拿现货的这种指导的话呢，是有意义的。不过，
如果说做合约或者说做这种短期的操作，它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前面这种地方就可以了解了，它绝对是一个长期的指标，它并不是看它在短期内呢，我们会看不出它的好用之处，或者说它的效益。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个东西哦，就是 OBV。其实我们可以复盘一下，OBV 呢，它计算的其实就是量能哦，尤其是等我一下哦，我们直接搜寻 OBV 比较快，这个。Unbalanced volume， 下面这条紫色的线呢，它其实是把我们上涨的量能当然它是累积的上涨的量能呢去做计算，然后下跌的就扣掉上涨的量能加起来，下跌的量能扣掉，那它可以指示呢多空的强弱。那其实我们在上涨的时候呢 ，OBV 它是一定会跟上的，OBV 有跟上的话，这波上涨呢，它才是好的上涨，它才是健康的上涨。像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前面这个地方上涨的过程呢 ，OBV 也有跟上，它就是健康的。那你可以看我们后面的这几波上涨，这里其实也有跟上不过我们就整波来看，你可以发现呢，它其实是不断的在创造 lower high 的，然后我们的价格呢，却不断的在创造 higher high 那这样的上涨呢，就是不健康的上涨，就表示我们的量能呢，并没有跟随着我们的涨幅而增加，就不太好。那当然我们如果有复盘的话，就可以发现，其实下跌它是不太需要 OBV 有跟上的，也就是当然有爆量的话 ，OBV 它就会往下嘛。那如果说下跌的时候呢，它其实走的是比较平缓的这种下跌，它其实也可以走得远像我们可以看我们之前的几轮熊市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我们在这波下跌的时候呢，它的 OBV 并没有下降太多，但是它还是能跌，就是因为我们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只要多头不爆量。空头它保持平稳的量能，其实就没问题。但是我们在上涨的过程呢，我们是一定要看到多头爆量的。所以，我们这波下跌呢，如果说只要多头它没有太强力的反弹，那我就会认为空头它依然是占有优势。尤其呢，我们可以等待一个机会，比如说下跌过后呢，第一波下跌过后它通常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反弹。那好的反弹过后呢，这种点位呢，就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入场的一个价位了。那到时候呢，我肯定也会做进去的。OK， 我们切小级别一点点吧。切小级别可以发现呢，其实我们这一波到目前为止多头的反弹它一样很弱，一样是非常弱的，它并不是承接下面的这个针它就只是空头平仓所导致的上涨而已。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